并发突发下号称最快的 Daytona 延迟只要 0.27 秒，但 Burst 完成率却只有 37%。看着数字挺快，真到高并发一冲，2/3的请求直接倒在半路。我的 agent 每次工具调用都要开一个沙箱，那这个吞吐量到底该怎么卡？今天你不看 PPT 宣传，直接拆2026年最新8大主流代码沙箱的并发延迟与计费陷阱发布的2026年沙箱横向评测，把 E2B Daytona、Model 等8大平台拉通测了一遍。这里面不仅有主打开源的 E2B， 还有走企业工作区路线的 Daytona， 以及靠预热缓存起家的 Model。他们到底能不能扛住高并发？今天全凭数据说话。在并发测试中 ，VSL 中位数 0.67 秒 ，Model 0.88 秒，而 Cloudflare 则高达 5.06 秒。从 0.6 秒到无懈，不同平台在底层架构上的差异，在并发一压上来时原形毕露。为什么有的沙箱一跑就飞快，有的像在老牛拉车？在图谱里，Sandbox 已经被7个主流模型和 Agent 的框架采用，成了一项行业硬标配。当 Agent 需要安全的跑一段模型生成的 Python 代码时，没人再自己去裸机上写隔离脚本了。但这越发凸显出底层选型的代价，你选的沙箱直接决定了你的并发上限。VeroCell 和 Model 均实现了 100% 的并发完成率。P99 尾延分别稳定在 1.12 秒和 1.08 秒，没有出现 Daytona 那样 37% 的断崖式崩塌。对于需要稳定输出的生产环境来说，尾部延迟不失控，往往比单次极限速度更重要。Cloudflare 基于容器的架构，由于需要重启动，导致其冷启动时间显著长于虚拟机预热方案。当你的 agent 在高频调用时，每次都要再次拉起一个重容器，这个架构上的代价直接体现在了5秒多的延迟上。Model 沙箱价格约为标准函数率的3pen，达到了每核小时约 0.1419 美元。如果你选了带有区域选择的版本，价格还要再往上浮动 1.5 到 1.75 倍。用着用着账单突然暴涨，原因往往就藏在这些翻倍的乘数里。E2B、Model 等按强中时间计费，而 Vercel 和 Cloudflare 仅对活跃 CPU 计费，这直接决定了闲置成本。一个是只要沙箱活着就按秒收钱，另一个是只有 CPU 在跑数时才扣费。如果模型思考要花实现，沙箱闲置费怎么才能降下来？针对这笔闲置费，可以通过精细调整超时策略与 Life Cycle 将成本压下去。很多开发者没改默认配置，结果长任务一超时，中间跑了半小时的中间文件全成了一团空气。面对化为空气的文件，容器休眠带来的磁盘重置，让本地快照恢复成了奢望。如果你指望在沙箱里 pp install 之后休眠唤醒还能接着用，那就要当心磁盘状态被1秒清空。面对被清空的磁盘状态，唯一的解法是通过 Terraform 在自有服务器上跑起环境。不过现阶段要注意 Error 和通用 Linux 机器的自托管支持还不算完全成熟，真要自己搭一套私有沙箱，前置的基建配置少不了。搞定这些基建配置之后，面对高并发任务便能精准避开陷阱，并设定好生命周期。要是你的 agent 天天要跟大模型反复横跳，一挂就是10几秒，选对计费模式比盲目追求 0.2 秒的极限守帧重要得多。